同学们，立刻回宿舍，不要吵闹，不要推搡，回宿舍等待学校安排。怎么了，老师？是不是地震了？阿坤坐在窗边，眉头紧锁地看向窗外。远处街道上，几个行人跌跌撞撞地奔跑，有人捂着脖子，有人身上沾满暗红的血迹。更远处，一辆公交车横翻在路边，车窗里伸出手臂，正抓挠着空气。出事地震是出大事了。什么？我下去看看。犄角别冲动。老师，校门是不是锁了？没错。老师，你收到了什么消息？这么慌张？刚刚教师群里发了一则公告，说是校外暴乱，让学生们立刻回宿舍待命。不好，手机网络中断了，同学们请有序回宿舍待命。等等，我爸说过，这种大规模失控的情况可能是生物污染。不会是丧尸围城吧？那我可要当一回礼啊！这么说来，我刚刚在窗外看到的很可能是某种非常规生物，咱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小黑，你跟小智去医务室拿医疗用品，我和犄角去超市买生活物资，咱们最后在宿舍会合。学生们并未有序回宿舍，走廊上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尖叫，有人哭泣，场面混乱。二人来到超市，发现已经人山人海，人群把超市门口围得水泄不通，甚至秩序已经开始慢慢失控。犄角，你之前跟我们炫耀逃学翻墙用的那辆运货车，还记得在哪儿吗？当然记得，我每次去网吧都靠它翻墙。两人来到学校后巷，一辆银白色面包车停在墙边，透过车厢玻璃看到里面堆满超市商品。就是这辆，直接将玻璃砸开。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物资，他们选择翻窗进宿舍。正当他们准备去搬第二趟时，阿坤瞳孔猛缩。快走吧，坤哥，趁现在没人发现，我们赶紧搬。不行，没机会了。犄角看向窗外，浑身冒冷汗。希望那俩小崽子不要出事啊！10个你都赶不上他俩的智商，他俩肯定不会有事的。坤哥不带你这样埋汰人的。门外的是谁？给小爷我报上名来。坤哥，是我和小智，快开门。是丧尸，是丧尸！幸亏跑得快，刚出教工楼就看到他们冲进学校，太可怕了。小智在想什么呢？因为离得太远，并没有发现他们是怎么识别目标的。但是他们看到人后行动变得非常快，如果被锁定，估计很难逃脱。冷静下来后，众人便开始清点物资。这些足够我们撑一阵子了。你们俩简直是超人。那当然。你也不看看小爷我这古希腊雕塑般的身材。坤哥，收音机我刚刚调试了一下，发现接收不到任何信号，估计无线电网络已经瘫痪了。看样子电力系统也彻底瘫痪了，得赶紧看看断没断水。接到第4桶水就停了，咱们要省着点用啊。看这形势，可能就是小智所说的生物污染，那些被感染的人可能就是所谓意义上的丧尸。具体这生物病毒怎么传播的，咱们尚不清楚。为了安全起见，咱们不饮用这些自来水，这些水只用来冲厕所。这让我想起来了小时候看到的一部动漫叫《师兄》，现在我有点害怕，又有点激动。学习不行的我，在这末世肯定有我一番用武之地。犄角又开始展示他那一身腱子肉，众人都无语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与此同时，门外传来了一声声救命和惨叫。众人面面相觑。看样子丧尸已经进入宿舍楼了。我在教室透过窗户向外观察，发现那些行为诡异的丧尸身上基本都有伤口。初步判定，生物病毒是可以靠血液传播的，所以咱们必须尽量避免有伤口暴露在空气中。咱们现在应该避免一切外出行动，外面现在太混乱了。我父亲之前就跟我说过，战争中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敌对的士兵，而是平民，因为见到平民你就会潜意识地放下戒备，这时平民如果拿出武器，那么士兵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现在我们不仅仅要对丧尸戒备，更要对陌生人戒备。众人点点头，很认同小智的看法。这些食物和水，如果省着点些，足够咱们在宿舍生存2周了。因为咱们有复合维生素片，哪怕没有蔬菜水果，咱们也不会出现维生素匮乏的病症。在其期间，咱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开宿舍门，哪怕是有人求救也不行。坤哥，这样做咱们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是啊，毕竟都是同学。第一，咱们没有主动去害别人。第二，如果为了救别人，将咱们所有人都置于险境，到时候救人不成还把咱们命搭进去了，请问觉得这种救援还有任何意义吗？听了阿坤的话，小黑和犄角耷拉着脑袋不敢说话。善良是对的，但是善良要用对地方，在这危机紧要的关头，一昧的善良只会让自己身处险地，
正如有句古话，君子不救。咱们先在宿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等外面没有这么混乱了，咱们再外出寻求救援。对，停留在宿舍只是咱们短时间内的计划，毕竟食物资源有限，咱们不能指望着神兵天降，咱们应该主动寻找出路。最后咱们肯定是要外出的，机甲那些健身器材，也可以当咱们自卫的武器。说的没错，我这100千克的杠铃可不是纸做的。这一块面包就是咱们今天的午餐和晚餐了，待会吃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咱们都上床躺着。众人接过面包开始进食，所有人几乎都是吃了一半就上床了，剩下的一半打算当做晚餐。众人躺在床上，听着门外嘈杂的声音，都陷入了沉思。不一会，门外传来了锤门声。快开门，救救！救救我！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就听见了巨大的惨叫声，紧接着就是衣物被抓扯的声音。没一会，彻底没了动静。小黑和犄角脸色苍白，阿坤和小智也闭眼沉思，因为他们知道，刚刚一条鲜活的生命结束在了他们宿舍门口。夜幕降临，月光缓缓地照进宿舍，外面也变得安静，只能偶尔听见若隐若现的脚步声。兄弟们，你们睡着了吗？没呢，我还很精神呢，根本睡不着，或者说根本不敢睡。既然大家都没睡，咱们大家商量和讨论一下在宿舍的具体计划。几人都从床上坐了起来，众人都压低了音量。第一，咱们要避免发出太大的声音；第二，咱们要严格分配食物和水资源，能维持人类生命体征即可；第三，咱们要时刻关注外面的情况，外面情况如果好转，咱们要主动出去寻求救援。我再补充2点建议：第一，晚上大家都睡觉的话，如果发生紧急状况，那我们将会很难应付。所以晚上咱们实行轮班制，从半夜12点钟开始，每人负责2个小时。阿坤边说边把自己的电子手表摘了下来，打开了手表的夜光灯，现在正是10点整。小黑表示自己也有一块电子表。第二，咱们要在宿舍整合一下已有的资源，制作一下防具和一些防身的武器，以便为咱们外出做好准备，同时也能预防一下紧急情况。坤哥，这些包在我身上，也包在我身上，我和小黑绝对圆满完成这个任务。对了，我们带回来的那个收音机虽然现在没信号，但是不代表以后没信号。我们以后每隔半天调试一下啊，这样既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它的电量损耗，也能避免错过重要的信息。为了缓解大家紧张的情绪，阿坤提起了高中的一些趣事，像什么犄角上课睡觉，结果连人带桌子一起侧翻在地，大家也被逗乐了，用被子捂住嘴巴，吭哧吭哧地笑了起来。老大，好汉不提当年勇，帅比也不提当年囧啊！大家心里紧绷的弦也松了松，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转眼间时间来到了12点钟。前半夜就交给犄角和小黑了，你俩一人2个小时，凌晨4点的时候把我叫醒，犄角先值第一班。随后的一周，大家按计划进行着，小黑一直接收不到无线信号，阿坤和小智也通过阳台密切观察着外界的情况，大家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1周之后的中午，阿坤清点了物资，发现水资源很是充沛，但是食物已经消耗大半，估计很难再坚持1周。大家也发现了食物越来越少，估计很难再支撑我们1周了，所以我们需要外出觅食。太棒了，都快把小爷我憋坏了，终于能出去走走了。外面丧尸也饿坏了，你出去，他们终于可以填饱肚子了。根据我和小智1个星期的观察，发现丧尸视力极差，夜间行动非常迟缓，而且咱们宿舍楼后面比较偏僻，丧尸出现的频率很低，这对于咱们外出而言是极大的好消息。最重大的发现是丧尸不是永动机，它们也需要进食，长时间不进食它们也会变得虚弱。咱们阳台底下的丧尸从最开始的生龙活虎，到现在半死不活，昨天下午甚至还出现了同类相食的场景，所以我们要尽量克服对它们的恐惧，把它们当作是一种动物。今晚我和小智一同外出，小黑和犄角负责接应我俩回来。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俩从阳台顺着水管爬下去。这次行动目标是运货车补充一下食物，顺便观察一下学校内的情况。坤哥第一次外出为什么不带我？我一身肌肉都没有用武之地了。第一次我和小智先探探外面的情况，后面肯定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你可是我们宿舍的最强后盾。以防万一，咱们把多余的床单系成一条绳子，到时候要是情况危急，你们俩直接把我们2人拉上来。放心吧，小爷我一只手拉一个。黑色逐渐吞噬了天空，时间来到了晚上10点。小黑和犄角制作的工具也派上用场，课本绑在身体的要害部分，以防危急时刻被丧尸咬中。杠铃杆被一分为2，制作成了2个撬棍。你俩密切关注阳台底下，等着接应我俩。如果情况危急，立刻抛下绳子，拉我俩上来。知道了，坤哥，我俩会密切关注的。
坤哥，只要有我一口气在，你俩肯定会没事的。有你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阿坤和小智顺着床单小心翼翼地爬下宿舍，距离他俩20米远处游荡着2只丧尸。两人落地之后，阿坤指了指运货车的方向，小智在阿坤的带领下绕过丧尸，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目的地。车子周围并没有丧尸，两人长舒一口气，钻进车里开始补充食物。很快2个书包便装满了。两人收集完食物后，并没有着急离开。咱们去趟工具室吧，那里面有许多工具，咱们肯定用得上。好主意，走吧。工具室位于教工楼1楼，二人缓步来到教工楼前。教工楼离操场不远，这里正是丧尸最多的地方。二人看着数十名丧尸在周围游荡，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咽了口唾沫。最要命的是，教工楼门口还有2只。阿坤捡起路边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看了小智一眼。小智明白阿坤的用意，点了点头。教工楼内一片漆黑，出于稳妥考虑，二人没有打开手电筒，靠着窗外透过微弱的月光慢慢向工具室逼近。所幸一路上没碰到丧尸。二人很快来到工具室门口，发现门是半敞开的。二人意识到有点不对劲，没有贸然进入。小智仔细观察了一会，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示意阿坤一起进去。两人一前一后进入了屋子，并迅速环视四周，并没有发现异样。阿坤余光一瞥，发现了惊人的东西——射钉枪。这真是意外之喜。二人以最快的速度搜寻需要的物资，将背包仅剩的空间塞满。二人小心翼翼地来到教工楼门口，发现外面的丧尸已经停止了躁动。没问题了，走吧。绳子，绳子，不好！两人瘫坐在地，听着窗外和门口丧尸发出的低吼和撞击。所幸丧尸不会攀爬，几人也松了口气。过了半个小时，外面逐渐安静下来，几人紧绷的弦也松了下来。你俩怎么会被这么多丧尸追击？我靠！当时看见乌泱泱的尸群，给我俩吓坏了。我们被人算计了，有人高空坠物砸向我俩周围，吸引了大批丧尸。真特么！让我碰见，直接给他一套组合拳打得他亲妈都不认得。阿坤没有开口说话，回想着那张模糊的脸，但是死活想不起来那是谁。犄角看见阿坤沉默不语，以为阿坤被吓得还没缓过来。坤哥别乱想了，平安回来就好，君子报仇10年不晚，早晚咱们会把那个混球揪出来。先不说这个了，这次我和小智外出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食物，还获得了一个工具箱，最重要的是还收获了一个射钉枪。坤哥，这个拨在我身上吧，通过我的改造能把这个射钉枪的威力翻1倍。那太好了，咱们肯定不能长时间待在学校，因为资源只会越来越少，咱们要做好外出离校的准备。今天难得收获如此丰富，咱们今天可以稍微多吃一点。万岁！这一周可把我饿得够呛。太棒了，终于能填饱肚子了。睡觉时，阿坤心事重重，回想着那张模糊的脸。一日清晨，阿坤第一个醒来，盯着天花板发呆。坤哥，你醒了？做了个梦，梦见那个扔书的人了，看不清脸，但感觉很熟悉。坤哥说真的，我觉得那孙子肯定是我们认识的，要不然无缘无故害我们干什么？昨天那波丧尸冲过来时，我注意到教工楼窗户有反光，可能是眼镜片。4眼仔嘛，有点意思。下次见面把他打得两眼冒星星。咱们先不讨论那个下黑手的是谁了，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为离校做准备。对，学校绝对不是久留之地。小黑，这几天你继续调试收音机，顺便改造一下那个射钉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小智看了看阳台窗户外，下面聚集了成群的丧尸，都是昨晚追过来的丧尸，这无疑为他们下次外出增大了难度。没事的，咱们下次外出用声东击西之法引走他们就好了。犄角，你之前逃学翻墙去的网吧具体位置在哪？人多吗？就在咱们学校后面，穿过一条小吃街就到了，人特别多，晚上大厅基本都坐满人了。那白天呢？尤其是上午人多不多？坤哥，谁家一大早去网吧啊？都是晚上去。
一般网吧都是下午人逐渐变多，晚上12点迎来高峰，半夜大家玩够了都回家睡大觉去了。至于网吧上午一般都没什么人的。那太好了，初步离校计划目的地是网吧，丧尸病毒爆发的时候，咱们这正好是上午。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翻墙离校，正好可以不经过教工楼，还能避开学校门口的丧尸群。坤哥，你也太聪明了吧！小智，你知道咱们市军区的具体位置吗？知道，不过离咱们学校很远。行，咱们不一定去，但最起码多了个选择。初步打算在3天后的半夜出发，咱们从学校后面翻墙出去，逐步向市中心逼近。市中心肯定是资源最多的地方，而且如果真有救援的话，肯定也是在市中心展开。这几天咱们做好充足的准备，等翻墙出了学校，咱们先去附近的网吧看看电脑能不能用，顺便补充一下物资。这几天咱们养精蓄锐，不用饿着肚子，这样咱们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应对后面发生的一切。啊，坤哥吃这么好，不会是最后的晚餐吧？犄角，本来以为你只会犄角，没想到还偷偷摸摸学会了乌鸦脚。与此同时，窗外传来噪乱，众人目光被吸引。原来是有一只丧尸因为长时间未得到进食，无法维持生命特征，于是倒在了地上。倒地发出的声音吸引了周围的丧尸，他们蜂拥而上，开始啃食倒在地上的同类。养的同类也不放过。大家有没有发现外面的丧尸数量减少了很多？减少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被同类吃掉了。根据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我怕最后筛选出来的丧尸无论是机能还是智商都不是咱们可以轻松应对的。你们上次外出发现这些丧尸的弱点了吗？应该是头部，上次追我们的丧尸头部受到重创后便失去了行动能力。那好办了，以后遇见丧尸我就猛敲他们脑袋，一棍子一个小卡拉米。说到棍子，现在咱们只有2个完全不够用，你这几天就负责把床上的围栏卸下来，再制作2个棍子。我和小智负责规划一下路线和整理物资。坤哥，保证完成任务。3天后的晚上，众人做好准备后，用声东击西之法，让宿舍楼底出现了一片安全区域。大家一定要小心，避免发出太大的声音。在阿坤的带领下，众人前往运货车所在地。中途几人遇见了几只丧尸，但都没被发现，有惊无险地来到了运货车那里。坤哥，你俩上次把这儿搬空了吗？不，这已经被别人发现了。我靠，这么偏僻的打野点也有人知道啊？肯定是这3天内发生的，这里离教工楼不远，不会是那个人吧？犄角，你身手好，你先翻过去，去下面接应我们。没问题。众人随后都顺利地翻越了围墙，幸运的是周围没有什么丧尸。犄角带路去网吧。Yes sir。我靠，该不会网吧老板反锁了吧？没有别的入口了吗？你别说，还真有，那是个应急出口，连着网吧的杂物间，平时没人在那进出，只有警察过来查未成年的时候，我们才会从那偷偷溜走。网吧老板这么粗心吗？记得锁大门，却忘记了锁这个备用门。杂物间一片漆黑，阿坤打开了手电筒，环视了一周，发现都是一些破旧的椅子和桌子。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大家要小心，待会出了杂物间，咱们就关掉手电筒。不久，4人便摸黑来到了网吧2楼。坤哥，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这人就是网吧老板。看样子不像是被丧尸杀死的，倒像是在逃跑途中被人袭击了头部。爬下。你敢跟小爷我玩阴的，看小爷不把你眼镜片子干碎。你是那天在教工楼的人吧？四眼仔，你到底是谁？为何要屡次害我们？眼镜少年玩味地笑了笑，很是不屑。阿坤，你都忘了我是谁了吗？哼，还记得高一春游吗？春游？难道你是高一春游私自玩火，结果引发火灾，烧伤了一位女生逃逸的那个人？你可算是想起来了，就是因为你的告发，害得我停课了1个月，成为了班级的笑柄。自此没脸在班级做人，学习一落千丈。后头我只能无奈转班去练习田径，却因为没有天赋被教练放弃。就是因为你毁了我后半辈子。见过不要脸，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最坏是被处罚，不是理所应当吗？怎么还怨天尤人起来了？闭嘴，你懂什么？网吧老板是你们杀的吧？哼，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没关系，反正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了秩序，多死几个人也不会有人追究。我看你们带的物资挺丰富，那你们命就留在这儿吧。我会砍断你们的4肢，扔出去喂丧尸，让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痛苦的死去。小黑，快退后！小黑明白了阿坤的暗示，赶紧退后。他奶奶的，练体育了不起啊！让小爷会会你们。
老沈，老沈，我一定为你报仇！去你丫的！哼，去死吧！还好赶上了。哼，阿坤，这一次你又赢了。我从来没赢过，是你心术不正，咎由自取。我就算是死，也要带着你陪葬。还好赶上了。阿坤，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四人狼狈地躲进网吧的隔间，小黑迅速翻出急救包，给阿坤和小智处理伤口。还好伤得不深。马德，真正惊险，差点就中了这群孙子埋伏胶带在这儿了。我现在终于相信，在这末世，丧尸更恐怖的是人类了。那个人眼镜男，他说的没错。什么？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秩序了。坤哥和志哥，你俩今晚好好休息，我和小黑负责守夜。计较，谢谢你救了我。嗨，都自家兄弟。坤哥，你这么一说，弄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几人将2楼楼梯口堵死，外面丧尸游荡着。阿坤和小智躺在地上，犄角和小黑轮流守夜，一夜无话。一日清晨，犄角打着呼噜，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阿坤和小智也醒了过来。坤哥、志哥，你来醒了，看你俩嘴唇有点苍白，看样子很是虚弱。我和阿坤的状态看样子不适合外出了。我俩身上线再有多处伤口，虽然已经结痂，但是短时间如果剧烈运动还有裂开的风险，到时候吸引丧尸那就危险了。咱们这几日就在网吧休整吧，先避免外出。待会咱们下楼加固一下网吧大门，顺便搜寻物资。坤哥，你和志哥就在2楼待着吧，待会我和小黑下楼去加固大门。由于断电原因，网吧里面的台式电脑都不能开机。阿坤的目光瞥见网吧老板的尸体，有了想法。阿坤虔诚拜了3拜，多有得罪，前辈见谅。阿坤捏着鼻子翻找老板的口袋，发现了手机。不过由于不知道锁屏密码无法打开，令2人惊奇的是在另外一个口袋翻出了一枚摩托车钥匙。不错的发现，虽然暂时用不到。小智发现了昨晚与3人打斗掉落的砍刀。楼下的2人拖着桌子死死堵住了大门。2人来到前台，发现了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和饮料。我靠，发财了！这回总算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小黑目光快速地在前台桌子上扫视，发现了一枚摩托车钥匙，并且发现了一个充电宝。天助我也！收音机电量正好快见底了，我就先替车主暂时保管一下好了。2人回到2楼，将1楼的情况说给了阿坤和小智听。情况对咱们来说很有利。等我和阿坤把伤养好，咱们再出发。咱们暂时就在这安营扎寨了。可惜断电了，要是没断电，我都不敢想咱们在网吧会有多爽。长得挺丑，想得挺美。接下来1周，几人在网吧休整，大家每天好吃好喝，甚至还发现了扑克牌，几人难得的如此惬意。外面的丧尸也是越来越少。某天清晨，小黑照常调试收音机，他拧动收音机的旋钮，嗡嗡的杂音中隐约传来微弱的电流声。有信号，能听到什么？等等，好像是市里的广播。重复，安全区设立在市中心体育馆，所有幸存者立即向体育馆集结。重复，安全区。体育馆？那不就在市中心吗？终于看到点希望了，政府还没有放弃救援。病毒爆发大概已经3周了，外面的丧尸也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很利于咱们外出。咱们必须立即出发了。随着去体育馆的人越来越多，体育馆也会越来越危险，因为人员的流动会吸引更多丧尸过去，到时候如果发生大规模感染，情况会非常糟糕。小智说的对，咱们今天就出发。我和小智的伤正好的差不多了，外面丧尸的数量也越来越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咱们给抓紧时间了。众人快速打包物资，把能装的都装上，几个背包被装得鼓鼓囊囊。咱们从后门出去之后，咱们骑摩托去市区，我和小黑一辆，犄角和阿坤一辆。终于能出去了，还有摩托开，真有点末日求生的意境。这回我要当救世主。中二少年又犯病了。好了，咱们准备出发吧。很快，2辆摩托车便启动了，油门的声音吸引了周围的丧尸，开始有丧尸向几人靠近。小黑化身神射手，枪爆头，几个丧尸应声倒地。阿坤，你们跟紧我。由于越靠近市区，遇见的丧尸越多，几人的速度慢了下来。小智，我车油量快见底了，咱们得尽快找个加油站。我也是快见底了。
看样子有人被狮群围攻了，小黑你帮忙射杀几只。小黑刚开动几枪，听见几声枪响，随之狮群开始溃散。我靠，坤哥那人好像拿的是真枪，而且他好像在和咱们打招呼。咱们过去吧，看着那人没有恶意。一行人走进超市，看到那人正在逗一名小女孩。多谢几位出手相助，举手之劳，不足挂齿。你们好，我叫宋晨，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喜欢和善良勇敢的人交朋友。众人纷纷和他握了握手，并一一做了自我介绍。太感谢各位了，要不是你们，我们一家人就遇害了。孩子哭声太大，吸引了丧尸。几位，今天天色也晚了，就留在我们超市过夜吧，顺便可以补充补充吃的喝的。那就替大家谢谢你了。不敢当，不敢当，都是应该的。朋友武器不错呀。还好，跟你比还差点意思。各位不用担心，我并不是穷凶极恶之徒，这把枪是我在警局搜到的，我可以对天起誓。大家要是相信我的话，以后可以叫我小陈。小陈，我相信你。话说你收到救援消息了吗？我当然收到了，想必老板一家也收到了吧。不过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去体育馆，尤其是带着孩子不方便行动的。与其去体育馆冒险，不如在家中安稳地躲着，反正食物资源充足，没必要冒这个险。是的，我们也收到了消息，我们一家人并没有打算去体育馆，因为带着孩子太危险了。刚刚在店内都差点遇险，外出更是不敢想象。小陈，你为什么不建议我们去体育馆？是怕那边丧尸太多而引发混乱吗？ No， 恰恰相反，我更怕的是人，是发救援信息的人。此话怎讲？你想，如果政府真想救援，为什么不在一个缓冲区足够的地区设立一个哨卡，挨个排查呢？现在反而把人们聚集在一个密封的场所，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救援工作也不方便展开，把人们集中在一起，并且那个地方人口密度很大，我看这不像是救援，而是像……所以我建议各位不要去体育馆。的确，把救援场所设在体育馆有点奇怪。 但如果因为怀疑不去而导致错过最后的救援机会，那岂不是得不偿失了？我认同阿坤说的，至少得过去看看什么情况吧。我知道各位不相信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我的猜想大错特错，但我真怕那个万一。你想想，如果不去体育馆也能活着，即便朝不保夕，但最起码有命活着。如果去了，万一落入了陷阱，那真就是遁地难逃了。坤哥，我突然觉得小陈说的有点道理。这个险我们还是要冒的，不过感谢你的提醒，我们会多加小心。 如果情况不对，我们立刻就逃。好吧，看样子我再战也无济于事了，那只能祝你们好运了。老板，附近有没有加油站呀？有的，有的。老板把详细地址告诉给了众人。明天咱们结伴去加油站吧，多少有个照应。没问题，兄弟。超市老板拿出自热盒饭招待大家。我勒个亲娘呀，多久没吃过这种细糠了？吃过饭后，大家唠了会儿家常，众人便各自在超市找了块舒服的地方躺下准备睡觉。 阿坤躺在地板上回想着宋晨说的话，忧心忡忡，难以入眠。全球丧尸病毒爆发，为了生存，阿坤一行人离开了充满丧尸的校园。殊不知，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降临。翌日黎明，大家都陆续醒来。宋晨和阿坤透过玻璃看到街道上空无一物，看样子昨天丧尸清理得很干净。昨晚睡得还行，就是地板有点硬。 吃饱喝好了，睡的就是香。出门右边一直走，大概2公里就能看到一个加油站，不过路上可能会有丧尸，你们小心点。好的，谢谢老板。咱们的为以后做打算，尽可能的多带点油，咱们的带几个空塑料桶。我建议分2队行动，我去探路，你们在后头跟着，到时候情况不妙，你们掩护我撤退。小陈，你先拿着我们的射钉枪，这个声音小，可以避免惊动丧尸。作为交换，你把你的手枪交给我们，到了加油站咱们再交换回来。 没问题，我也能好好过过瘾啊。小黑，要不给我吧，我可是10年老兵。想得美。OK， 咱们准备出发吧。老板娘拿出来3个塑料桶和一捆很长的胶皮水管，为众人去加油站做好准备。咱们把水管分成3节，到时候也方便吸油。老板，谢谢您的招待，我们走后你们一定要万事小心。感谢各位拔刀相助，我们这还有2份市区的旅游地图送给几位，你们肯定用得上。 太谢谢您了，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等我们走后，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众人按照计划，1辆在前，2辆在后，几人行驶了一段时间，渐渐地出现零零散散的几只丧尸，不过都被众人轻松化解。没多久，几人来到了加油站，眼前的景象让几人瞬间警惕起来。
加油站一片死寂，一辆小轿车横七竖八地停在加油机旁，车门大开，里面空无一人，地面有拖拽的痕迹，甚至还能看到几滩干涸的血迹。不对劲，有人来过，而且可能没活着离开。小心点，可能有埋伏。小陈和犄角去排查便利店，我们剩下3人负责给摩托加油。几人分散开来，阿坤、小智和小黑掏出管子，开始用嘴巴吸油给摩托加油。宋晨和犄角则进入加油站内的便利店，里面一片漆黑，一片狼藉，货架倒塌，商品散落一地。两人兵分两路开始检查超市。请问有人吗？没有回应，只有死一般的寂静。他走到收银台，发现抽屉被撬开，现金早已不见。谁？找死！砍刀精准砍下丧尸头颅，丧尸瘫然倒地。便利店深处，更多黑影在蠕动。听见了犄角的喊声，被吸引过来，发了疯冲向超市门口。快撤出便利店！两人出了便利店，便把门关上。没一会儿，丧尸就开始撞门了。两人用身体死死堵住大门。犄角透过玻璃看见里面黑压压的丧尸，少说也得20几个。什么情况？里面有丧尸吗？何止有丧尸，还中大奖了！里面有1个排的丧尸。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你们3先别管我俩还能撑会儿，抓紧把油灌满。3人不敢耽搁，开始加快速度灌油。丧尸不断地猛烈撞击大门，宋晨和犄角死死地抵住大门。你先撑会，我去再捡几块木板。你放心去吧，我能坚持住。狗娘的丧尸，真当小爷我是吃素长大的。宋晨很快将好几块木板插进门把手里，两人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死死堵住大门。另一旁的3人也给摩托加满了油，并且把塑料桶灌满了。咱们赶紧撤退，此地不宜久留。宋晨和小黑交换了武器，3人都骑上了摩托，开始驶离加油站。那群丧尸冲出来，不知道以后还会祸害多少人呢。你说的对，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各位都踩死油门，不要回头。你该不会……犄角话还没说完，就看见宋晨持枪对准加油站。爆炸后，众人的耳朵开始出现耳鸣，但没人敢回头。3辆摩托全速驶离爆炸现场，公路上的汽车横七竖八地堵在一起，几人不断地穿梭着，不知道行驶了多久。众人来到一处没有丧尸的路口。咱们先在这休息一下，规划一下路线。小陈，你那一枪可太帅了，不过也给我吓得不轻。可不嘛，吓得你都不敢回头了。你懂什么？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小陈，哥认可你了，要不然以后你跟我们混吧，有哥在，肯定不让你吃亏。跟几位相处的确挺舒服的，但是我真不打算去体育馆。没事的，我们不强求你，有缘咱们日后肯定会再次相见的。咱们市的体育馆正好位于市中心，大概离咱们还有30公里。希望咱们能成功赶上营救。小陈，你不跟我们去体育馆，那你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去高速收费站，那里肯定丧尸少，再加上摩托体积小，可以在马路上随意穿梭。我打算走高速直接北上去别的城市，看看别的城市是否安全。你这个计划非常可行，我真心希望你们可以在体育馆获救，但如果情况不对，你们抓紧跑路。这个就当做离别的礼物了，晚上你开摩托可能用得上，祝你顺利离开这座城市。你们这群家伙真是让人舍不得，那就祝愿咱们都能顺顺利利的撤离成功。整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咱们都是大老爷们，不许这么煽情。我怎么感觉你的眼睛湿漉漉的？呸呸呸，打哈欠打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咱可是25K 纯爷们。众人都被犄角逗笑了，休息了一会儿，几人准备启程。小陈，拜拜，有缘再见。再见，朋友们。几人虽然是短暂的相遇，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日后众人还真的会再相见吗？一切都是未知。阿坤一行人骑行至市中心，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将体育馆围了起来，体育馆的轮廓在灰雾中隐现。铁丝网围栏外游荡着零星丧尸，但入口处异常整洁，甚至有士兵装束的人持枪巡逻。坤哥，这地方太冷清了吧，跟想象中的嘈杂完全不同。巡逻队步伐太整齐了，像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但袖章是陌生的黑鹰标志，这绝对不是军队的袖章。众人还远远看到持枪士兵翻越幸存者的背包。
咱们先不进去，我待会上前打探打探。你们现在原地待命。众人将摩托车藏在废弃地下车库，阿坤一人徒步靠近侧门，一名军官微笑着迎上。欢迎幸存者，请填写个人信息，我们会分配安全舱位。进安全区还要验血，例行体检，确保无人携带病毒。里面可能有坏人捣乱，被安保人员制止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要没收所有幸存者的武器，希望你能理解。非常理解，非常理解。对了，大哥，我还有同伴在附近呢，我去把他们都叫过来。那你尽快吧，外面太危险了。就怕里面比外面还危险吧。阿坤很快跟几人回合。坤哥，情况怎么样？这里情况绝对不对劲，咱们绝对不能空着手进入，要不然真有特殊情况，那咱们真就成待宰羔羊了。阿坤说的对，咱们的令巡他路进入体育馆，探探里面的虚实，如果没问题，咱们再从正门进入。咱们其实可以从地底进入。啊？咱们又不是地鼠，总不能钻个洞进去吧？呆子，咱们不用打洞，有人给咱们打好了。一般这种大型公共设施的排水系统会直接和地下管道相连，咱们可以顺着下水道进入体育馆内部。我靠，李阳没当成，却当成忍者神龟了。阿坤和小智点点头，认同小黑的方案。几人顺利进入下水道，这里非常阴暗潮湿，时不时还能听见老鼠的叫声。坤哥，这有点臭呀！我打开手电筒，咱们慢慢向体育馆方向前进。众人开始打量四周，下水道两边流着浊臭的污水，道路也充满泥泞，天花板时不时还滴下水滴。小心脚下，咱们可以慢一点向前摸索。顺着这条道，应该就是体育馆方。不一会儿，众人便来到了一扇门前。这门没锁，太棒了！众人蹑手蹑脚进入的房间，手电筒照了照四周，发现都是各种水表、电表仪器。这里应该是配电室，说明附近肯定有电梯和楼梯，咱们四处找找。几人很快找到了楼梯，开始慢慢向上摸索。进入内部，发现四周都是铁柜子和板凳。咱们成功进入内部了，这里是更衣室。咱们接下来怎么办？看过《碟中谍》吗？坤哥，我可是阿汤哥的资深粉丝，这回我懂你的意思了。干得漂亮！鉴于通风管道比较狭窄，这次就我和小黑负责侦探，小智和犄角负责在此地留守，把更衣室大门堵上。坤哥不带你这样的，我也想当一次特工。后勤特工也是特工呀。阿坤和小黑将多余的装备都卸下，轻装上阵，就带了一个手电筒。小黑和阿坤成功进入管道，两人踏着匍匐前行。不知道走了多久，听见了管道下传来了训话声。小黑赶紧关掉手电筒，顺着通风管道缝隙向下看去。又被你们搞砸了！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注射病毒和血清的时候不能注射太多，要不然人就直接暴毙了。白白浪费了多少试验品！现在来体育馆的人越来越少，咱们的小白鼠也越来越少。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行了，一个个的也别给我装可怜了。上面也下了最新的命令，咱们这几天除了继续试验之外，还要在市中心周围布置炸药。3天之后，咱们就撤退了。到时候这里也会被夷为平地。老大，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残忍？这只是为了拯救全人类所必要的付出罢了，以少数人的生命换取绝大部分人的生命，而这任由病毒肆虐，那才是残忍。咱们这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听说白博士研究有进展啊，成功提取新的血清。听说血清的来源是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成功抵御了丧尸病毒，没有产生变异。唯一的缺点就是神智有点不清醒。到时候疫苗成功批量生产，咱们会是第一批受益者。那太好了，到时候世界就能恢复和平了。呵呵，到时候疫苗研制成功，咱们想给谁就给谁，谁支持白鹰盟，咱们就给谁。咱们不仅可以恢复世界和平，咱们还能成为全人类的灯塔。到那个时候，世界将属于白鹰盟。白鹰盟万岁！阿坤意识到这里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棘手，他们必须马上返回通知小智他们。谁？阿坤示意小黑保持镇定。老大，应该是路过的老鼠。
最近咱们还是警惕点为妙。该怎么换班去巡逻了？走吧。他们打开门走了出去，直到门关上，阿坤和小黑才敢大口呼吸。太险了，坤哥，咱们快撤。两人按原路返回，一路上没遇到别的危险。坤哥，看你们脸色苍白，发生了什么？阿坤将刚刚所看到、所听到的都一五一十地讲给大家听。人体实验，我靠，这不纯邪恶组织吗？真他娘的可恨！白阴盟，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我想起来了，这是个国际恐怖组织，早些年听我爸提起过。不过这个组织已经销声匿迹很多年了，没想到他们现在势力这么强大。水在里面，快开门！他娘的，这门怎么锁住了？莫非里面有人？有什么人呀？这体育馆都被封锁1周了，人都被抓到隔离室了。要是真有人躲在这，早被饿死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废话了。巡逻了12个小时了，困死我了。终于能找个清闲的地儿偷窥儿懒了。咱们在这迷一会儿。好嘞，老大。几人把装备卸下，放在凳子边，然后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地上。众人听到呼噜声，便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阿坤示意众人拿走他们的武器，计脚拿他们背带上的弹夹时，躺在凳子上的士兵还翻了个身，吓得众人一身冷汗。不过幸亏没有醒过来。众人拿完武器之后，迅速赶往下水道。不多时，几人便来到了之前的下水道。我靠，是真枪！这辈子还没摸过真枪呢，这回可真是过瘾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应该是 M4突击步枪，威力相当惊人。此地不是久留之地，当务之急，咱们得赶快回到地下车库，骑摩托逃离这个地方。出口快到了，出去前记得先观察一下周围。有惊无险，不过阿坤，现在情况很棘手呀。对，非常棘手。没想到政府都被这个恐怖组织取代了，他们不仅大肆做人体试验，还要制造爆炸，可以说是毫无人性。真该死，比他娘的丧尸还没人性，真想端起枪把他们都突了。敌众我寡，咱们现在尽量避免和他们硬碰硬。老大，那些在体育馆的人怎么办？他们现在就是年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咱们这几个人想救整个体育馆的人，只能说难比登天，和那些恐怖分子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躺车挡毙。坤哥，咱们总得做点什么吧？实在不忍心看见大家羊入虎口。咱们既然救不了里面的人，那咱们就尽量阻止外面的人进入体育馆。我正有此意，咱们可以在体育馆附近制造混乱，这样外面的人就不敢轻易的进入体育馆了。咱们可以借着夜色，在暗处拿枪射击他们车的油箱，制造爆炸。体育馆一共3处入口，咱们4个人从3个方向制造爆炸，这样他们注意力会极大被分散，很难集中力量去抓咱们。这样，犄角和小黑就负责离车库最近的那个入口，我和小智负责剩下的2个入口。我俩骑摩托前往。等你们听到2声爆炸声之后，你们再射击油箱。你俩射击完之后，迅速返回车库，我俩会全速骑摩托回来。到时候集合完毕，咱们就迅速逃离市区，前往高速路收费站。坤哥计划完美，咱们他娘的大干一场，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咱们一定要注意隐蔽，在暗处开枪。我现在教一下大家如何正确使用步枪。经过小智细心的教导，大家基本掌握了步枪的使用方法。咱们轻装上阵，背包什么的就先藏在这里。为了不引人注意，咱们先把枪裹在衣服里，到位置之后再拿出来。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雾气蒙蒙。车库道阴冷的风卷着铁锈味，4人将步枪裹进外套里。阿坤在地上勾画简易路线图。爆炸声是唯一信号，东门西门车爆炸后，南门车的油箱必须快速引爆，否则分散的守卫会形成夹击。M4后坐力会往右上跳，底阶要像焊死在骨头上。枪的后坐力会让第3发子弹上飘，瞄准油箱底部时压半寸枪口，别用连发，3发点射后立刻换位。知道了，志哥。众人分头没入浓雾中，很快众人被来到了预设的点位，并找到掩体障碍物隐蔽了起来。阿坤在高处俯瞰东入口，数辆运输车停在通道2侧。注意注意，东侧遇袭！注意注意，东侧遇袭！嘿嘿，该咱们表演了。啊！别上头，咱们得赶紧撤退哦。入侵者在那儿。犄角和小黑眼看被发现了，开始玩命地跑向地下车库。他奶奶的，别追了！希望坤哥和志哥早点到地铁站接应咱们。另一边，阿坤和小智没有追兵追上来，
两人早早的到了地铁站口，并且收拾好了装备。两人把摩托的车灯打开，等待着犄角和小黑的归来。坤哥，后面有追兵。阿坤和小智猛拧油门，摩托发出咆哮，雨中的车灯如匕首避开浓雾，像头野兽一样驰骋在马路上。后面追兵还是不想放弃，不断开枪，不过都没打中。随着摩托越来越远，他们最终也停止了开枪。坤哥，吓死我了！我以为咱们就要交代在这儿了。说点吉利的话吧，不过确实挺惊险的。咱们今晚不停留了，连夜赶往高速收费站。不好是直升飞机，阿坤快关掉车灯。咱们必须赶紧找更隐蔽的地方，要不然早晚会被直升飞机发现的。被发现了就必死无疑了。前方不远处有个地下车库，咱们去哪儿避避？众人骑着摩托摸黑开往地下车库，中途遇见了几只丧尸，不过都被小黑拿射钉枪射杀了。直升机的射灯险些照到众人，幸亏众人及时进入地下车库。咱们先在这观察一下。地下车库周围一片漆黑，车库里弥漫着机油和尘埃的刺鼻气味。四人屏息凝神，黑暗中只剩下彼此压抑的心跳声。远处脚步声时断时续。9点钟方向至少2个，不3个，听声音不像是丧尸。众人攥紧从士兵手中缴获的 M4步枪，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枪身的冰凉触感让他们稍定心神。小黑盯住入口直升机动向，小智左翼掩护，犄角跟我向前推进，若遇敌袭，优先攻击腿部。逆光中，3个身影轮廓浮现，居中者高举斧头，左侧男人握着一把手枪，枪口死死冲着众人，右侧竟是个年龄不大的女孩，手持复合弓瞄准众人。退后，否则我射穿你们的眼球。小雨不要冲动，等等，他们手里的步枪，你们是白鹰盟的杂种。不，我们不是白鹰盟的人，这枪是我们抢来的，我们在体育馆炸了他们的车，现在正在逃脱他们的追捕。白鹰盟用体育馆做人体实验，3天后要在市中心引爆炸药。不好意思，吓到各位了，我们几人是从体育馆逃出来的。我们知道白鹰盟正在做人体试验，我们就是侥幸逃出来的。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丧心病狂，要引爆炸药毁尸灭迹。这么说，小雪要葬身火海了？不会的。各位，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几位随我来。犄角一行人被带到了一个地下车库储物室，屋子里很整洁，摆放着大量的生活资源。里面还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身上穿着白色的大褂，看样子像是个科学家。人了，这几位是从体育馆逃出来的幸存者。老者打量了一下犄角众人。你们好，我是原白鹰盟的科学家，负责病毒研究。各位别误会，任老不是坏人，要不然他就不会躲在这里了，他是被白鹰盟通缉的人。任爷爷不是坏人。众人纷纷做了自我介绍，维修工是市电力局的董大哥，持枪男子是一名警校生叫白思旭，而白发苍苍的老者是之前白鹰盟的科学家，但是拒绝人体试验，在白鹰盟内受到排挤，最后被他尸体算计，失去了科学家的职位。后面因为私自放走幸存者被关了起来，和小雨一行人关在了一起。他的孙女小雪也被迫成为了试验品。小雪妹妹心地善良，我在体育馆被囚禁的时候，她总是偷偷给我送零食。体育馆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我们是第一批到达体育馆的幸存者，最初的2周体育馆是由军队保护的，但是很快白鹰盟通过往水里面投放慢性毒药，攻破了体育馆，然后拿百姓的生命威胁军队撤退，军队只能被迫撤军。后面军队组织过一次营救行动，我们几人是趁着白鹰盟和军队对抗的空隙趁乱逃出来的。真没想到白鹰盟实力如此强悍，竟然可以击退军队。其实病毒爆发也是白鹰盟所做。白鹰盟1年前在南极冻土层发现了一块琥珀，据推算大约已存在2000万年，里面还封存着一只吸满血的蚊子。随后便再将其取出，将血液在培养基中培养。经过筛选，发现了一种古老的病毒，不仅耐碱耐酸，还耐高温。这难道就是超级病毒？
最开始出于好奇，便用各种动物细胞对其进行培养，但病毒均未繁殖。偶然间用人类细胞进行培养，结果却出人意料，病毒活性骤然提高，并且开始大量繁殖。随后便有丧心病狂的人开始在活体人类身上做实验，发现感染者会出现和狂犬病末期类似的情况。但是其发病周期很短，并且严重损坏脑细胞，使人迅速脑死亡，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他们将病毒编号为案匪1号。随后，白鹰盟通过细胞增殖技术，为病毒提供了大量的温床，开始大规模培养病毒。如今各个城市爆发丧尸，幕后黑手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白鹰盟。真他娘的反人类！这个白鹰盟真是狗娘养的。他们这么做就不怕玩火自焚吗？他们就是一群疯子。从他们用活人做实验开始，我就已经对这个组织失去希望了。其实疫苗早就研究出来了，但那只是阿尔法1号的疫苗。什么意思啊？病毒不止一个？原始株只有一个，但是变异株层出不穷。最初他们不满足阿尔法1号病毒的表现，一直重复进行增殖培养，筛选出变异程度高的病毒，然后在活体上进行试验。表现优异的病毒将会被保留，然后再进行大量的增殖培养。所以说，病毒不只有1号，还有2号、3号等等。是这样的。任老沉重的话语像一块寒冰坠入车库死寂的空气，砸得众人心头一颤。阿尔法1号仅仅是开始，阿尔法1号是基础，是种子。但白鹰盟的野心远不止制造混乱，他们是此为进化的钥匙，一个筛选和强化的工具。他们利用阿尔法病毒对神经系统的极端破坏性和对细胞的高度侵染性作为基础载体，不断进行定向诱导变异。贝塔1号强化了传染性，传播效率提升30%。贝塔2号牺牲部分传染性，但潜伏期缩短至数十分钟，发作迅猛。贝塔3号目标指向肌肉组织强化，感染者力量速度显著提升，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行动迅速的丧尸。任老的声音带着一种科学家的冷静，却也掩不住深切的厌恶。每一次变异都是建立在无数活体实验的痛苦和死亡之上。他们不是在研究解药，而是在培育更高效、更可怕的武器。琥珀里的原始病毒更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的钥匙。所以现在外面游荡的丧尸可能已经是贝塔系列甚至更高级的变种。阿尔法病毒感染者基本只剩下撕咬本能，但贝塔系列，尤其是近期的变种，在白鹰盟的观察记录中开始表现出一些原始的群体协作迹象，甚至对特定刺激有了更趋同的反应。这很可能是病毒在反复迭代中对宿主神经残留功能的某种再利用。他们甚至尝试将特定基因片段嵌入病毒载体，妄图人为控制这种进化方向。疯子真是一群疯子，他们把人都当成了小白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个白鹰盟真当自己是造物主了。一群草菅人命的疯子，最可怕的是他们已经可以与军队对抗了，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的确，而且他们的早有预谋，不仅在城市投放病毒，还切断了整座城市的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恐怖组织能做到的事情。你的意思是，他们早已渗透到市政府的各个部门？没错，根据任老提供的信息来看，准确来说，他们已经渗透了整个国家各个重要部门。听到这里，众人倒吸一口冷气。那怎么办？就凭咱们想要扳倒他们，无异于蚍蜉害树。咱们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能将这些资料交给政府，肯定会助力政府加快研究出来疫苗。可是咱们怎么能联系上政府呢？现在自保都岌岌可危，况且政府已经被他们渗透了，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真是棘手。咱们可以交给军方，军方相比政府部门更难以被渗透，到时候再由他们交给国家高层。你说的对，咱们就把这些研究资料交给军方。坤哥，这可真不赖我，我已经整整1天没进食了。我又不是铁做的，就算是铁做的，不是还有句老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犄角的肚子像战鼓般有咕噜噜响的一声，在寂静的车库里格外响亮，直接把众人沉重的心情戳破了一个洞。坤哥，我看犄角不是饿的，他
他肚子里住了一只雷公，专门负责关键时刻活跃气氛。笑什么笑？民以食为天，饿肚子犯法吗？坤哥，你看他们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这身板，这肌肉就是能量消耗机。要不志哥你算算，我这一天消耗了多少大卡？根据你今天的运动量、尖叫分贝以及奔跑消耗量，保守估计相当于起了趟西再来回吧。这次连阿坤都忍不住笑了出来，众人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快了些。行了行了，小兄弟说的对，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再急的事也得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对策。任老、小雨饿坏了吧？咱们开饭。压抑的气氛瞬间被开饭2个字冲淡了不少。白鹰盟不当人，咱也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胃。今儿整个热乎的汤饼，香气在阴冷的车库里散开，驱散了铁锈和尘土的味道。季脚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小伙子，饿坏了吧？多吃点。爽！真香，董哥，您这手艺，开馆子都行了。小黑，你别只顾着吃啊，给点评价。食不言，寝不语，吃饭时候刮噪影响消化，而且你吃像文雅点能死啊！董大哥辛苦了，饭菜非常可口。阿坤看着围坐在一起的这群人，沉稳睿智的任老，热心可靠的董大哥，干练敏锐的白思绪，活泼可爱的小雨，还有自己这帮生死与共的兄弟，虽然身处绝境，但至少此刻不是孤军奋战。接下来怎么打算？你们准备去哪？我们计划去郊区的防空洞，那里位置隐蔽，物资储备也相对充足。听说有零散的部队在那附近活动，任老的研究资料太重要了，必须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再想办法联系可靠的军方。对，这里不能久留，白鹰盟在市区的势力太强，直升机指不定什么时候会再搜索过。我们原本也是打算去高速收费站，然后离开这座城市，一路北上看看能不能遇到军队。我们路线相似，董哥、白哥，要不要一起？人多力量大，路上也有个照应，尤其是带着任老和小雨。太感谢你们了！一起，必须一起！阿坤兄弟说的对，这世道独自赶路太危险，咱们抱团取暖。那就这么定了。确定好目标，气氛重新热烈起来。小黑和纪晓开始兴致勃勃地研究刚缴获的枪械，白思绪则充当临时教官，耐心地讲解保养和安全事项。小雨好奇地在旁边听着。小智和阿坤则拿出地图，和董大哥仔细规划着最佳路线。董大哥凭借对城市布局的熟悉，指出了几条绕开主干道和已知丧尸密集区的隐蔽小径。对了，你们跟我来。我的乖乖！车库值班是库房里的收藏品，老值夜班的兄弟私下弄来防身巡逻的，这下便宜咱们了。夜深了，轮流守夜的安排确定好，阿坤和纪脚守第一班。车库恢复了宁静，只有呼吸声和远处偶尔传来滴水声。坤哥，虽然今天差点交代在那儿，但有饭有肉有枪，还多了靠谱的小伙伴，感觉值了。阿坤看着他难得正经的侧脸，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黑暗的车库外，偶尔传来直升机掠过城市上空的微弱嗡鸣，但车库内这一方小小的避难所里，充满了暖意和对明日未知旅途的期冀。希望似乎又变得触手可及了些。一日清晨，阿坤醒来，看见轮班的小黑和小智正在擦拭枪械。坤哥，你醒了。一旁的纪晓被小黑的声音吵醒了。坤哥几点了？已经8点了，待会咱们出去探探情报，要是没有追兵，咱们就快出发。估计白鹰盟不会大范围的搜索咱们的，他们也怕引起恐慌，毕竟这几天还会有幸存者前往体育馆。说话间，众人也陆陆续续醒来。董大哥，你们醒了，待会我们打算出去侦查一下，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大部队再动身出发。这样确实更保险，待会出去侦查算我一个。我说咱们要不先吃点东西再出去？吃就知道吃。
众人简单吃了点面包和压缩饼干，吃完过后，最终敲定了外出侦察的名单。阿坤、犄角、董大哥、白思旭几人简单收拾了一下装备，带上了猎枪和突击步枪，以便应对突发情况。咱们不出地下车库，直接出去风险太大。咱们从地下车库的楼梯前往这座大楼的高层，中途即便遇见丧尸开枪的声音，也不会吸引过来白鹰盟的杂种。大家跟着我，我知道楼梯在哪。众人跟着董大哥向楼梯摸进，中途路过车库大门口，发现2辆摩托安然停在原位。阿坤和犄角松了口气。董大哥，这得有多少层？20层呀，那估计快了。我靠，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别抱怨了，再坚持，快到了。几人在白思旭的指挥下分散打探情况，开始俯视楼底下的情况。加大了对体育馆的戒备，不过没有出动直升飞机。这样一来，咱们不会轻易被他们发现。不错，这对咱们来说是好消息。白鹰盟加大对体育馆的戒备，意味着他们不会把过多精力放在追查我们身上。咱们所处的位置离体育馆有一段距离，咱们即刻动身出发，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阿坤兄弟说的对，实则生变。几人迅速下楼，一段时间后来到地下车库储物间，众人会合。阿坤和大家说了目前的情况，众人也都同意立刻动身。小智和小黑在等待阿坤回来的期间也没闲着，找到了2辆超市购物车和若干绳索。摩托车最大载人量是3个人，待会咱们把购物车用绳子绑在摩托车的一侧，这样不仅所有都可以乘坐摩托，而且还能尽可能的多带一些物资离开。这应该是尼龙绳，很有韧性。其实这个车库有不少摩托，可惜没钥匙。董大哥有老款的吗？如果是老款的，我可以短接电路，不用钥匙也能启动摩托。我没仔细看，你赶紧跟我去看看。2人来到了摩托车停放地，还真找到了2款老款摩托，成功用搭线的方法启动了摩托。2人骑着摩托回到了储物室。我靠，小黑行呀，你小子会的还不少嘛。那当然，这叫技多不压身。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呀？为了多带一些物资，众人还是将购物车和摩托车绑在了一起，车里堆满了物资。摩托车在公路驰骋，路上都是侧翻的车辆，路况极其糟糕，车队的行驶速度大大降低。小黑，后面快射杀他们，快追上来了！什么情况？保持镇定，射击他们的头部。小瘪三竟敢跟鸡爷斗！干得漂亮，犄角！如此看来，我亦有成为神枪手的潜质。任老，这难道也是贝塔系列？在之前的研究资料里，我从来没见过行动如此迅速，并且抗击打能力如此强悍的丧尸。这不会是新变异的品种吧？有可能。丧尸病毒爆发这么长时间，根据优胜劣汰法则，到最后自然选择出来的品种只会越来越厉害。就怕是白鹰盟在实验室筛选出来的新的变异株。果真如此，那情况就很糟糕了。任老的话像一记炸弹在众人的脑海中炸开，众人都开始沉默不语。天色渐暗，众人来到了一扇大铁门前，董大哥用猎枪打碎了门上的。众人向防空洞的深度走去，最终众人来到避难区，发现了柴油发电机。小兄弟们相识一场就是缘分，以后咱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就送到这吧，祝你们一路顺风。各位后会有期。一定要把这些资料送到正确的人手上。我答应你。爷爷，蒲公英真能记住太阳吗？摩托车引擎激起沉闷的回响，驶出山体的刹那，看见远方的城市的轮廓若隐若现，摩天楼坍塌的剪影如同巨兽骨骸。我们不需要当救世主，只需要把火种送到该去的地方。飞驰的车轮碾过路面积水，溅起的不是泥浆，而是被雨浸透的枯萎的蒲公英。
暴雨如注，4辆摩托车冲破雨幕，驶向高速收费站。车灯切开黑暗，轮胎碾过积水，溅起猩红血浪，骸骨卡进车轮，发出瘆人的碎裂声。很快，众人便来到了高速收费站，几人停下车观察四周情况。路况还算不错，现在黑夜降临，咱们视野也受限，但是没有庇护所，咱们不能停留，一路北上，遇到服务区咱们再修正。咱们一前一后保持队形，我和犄角断后，小智你们在前面带路。车辆碾过路面的浑浊积水，溅起的猩红水浪泼向四周栏杆，发出粘稠的撞击声。收费站的顶棚在暴雨中噼啪作响，如同密集的鼓点，催促着他们无法停留。黑暗中，几盏摇晃的车灯苍白撕开一角夜色，更显出周遭无边无际的阴沉。小智的车顶在最前方，锐利的视线扫过前方和两侧黑沉沉、堆满废弃车辆的缓冲带。车轮搅动积水，发出哗哗的响声，在这寂静的死亡之地里显得突兀刺耳。稳住速度，留意两侧。小黑拿着手电筒照亮着车灯照不到的地方，隐隐约约看到前方路面似有起伏的暗影蠕动。注意，前方可能有丧尸。坤哥，不好，丧尸正在爬高速。匝道护栏外，数十只变异体以诡异协作垒成尸梯，尖锐骨爪抠进水泥缝向上攀爬，正是人老预言中贝塔病毒的群体狩猎本能。优先清理前方丧尸，咱们全速前进，不能和他们纠缠。小智猛地一拧油门，胯下的钢铁野兽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车头灯刺破雨幕，将前方路面起伏蠕动的暗影照得无所遁形。那是十几只被引擎声吸引而来的丧尸，正拖着残缺的身躯，蹒跚着、嘶吼着扑向中央。小黑的身体在颠簸的摩托车上努力保持平衡，手中的手枪连续喷吐火舌，精准的点射将最前面几只丧尸的头颅打得爆裂开来，污血混合着脑浆溅在湿漉漉的路面上。犄角紧随其后，枪口调转，对着侧面护栏外那些正疯狂向上攀爬的猩红眼珠猛烈开火。子弹打在水泥护栏上溅起火星，偶尔命中目标。真他娘难缠！然而，丧尸的数量远超想象，护栏外的尸体越垒越高，更多的变异体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食人鱼，他们无视子弹的威胁，前面的倒下，后面的立刻踩着同伴扭曲的肢体继续向上，骨爪刮擦水泥的声音密集的让人头皮发麻。更可怕的是，他们并非毫无章法，一些体型较大、动作稍快的个体甚至主动伏敌身体，让后续的同类踩踏着他们的脊背，加速了攀爬的进程。这诡异的协作正是贝塔病毒赋予他们的令人胆寒的群体狩猎本能。他眼角余光瞥见护栏外有源源不断的丧尸成功翻越，正嘶吼着从后方扑来。阿坤，你们还好吗？别回头，往前冲！他感觉后背一阵发凉，不知是冰冷的雨水，还是被那近在咫尺的死亡气息所浸透。阿坤猛踩油门，暂时拉开了与后方丧尸的距离。两辆摩托车如同两柄利刃，在暴雨、黑暗和湿潮的围堵中艰难前行。匝道并不长，但在这一刻却显得无比漫长。车灯的光柱在雨幕中疯狂晃动，映照出两侧护栏外不断翻越而下的扭曲身影，以及前方道路上零散但持续出现的拦路者。枪声、引擎声、丧尸的嘶吼声、骨爪刮擦声、轮胎碾过尸骸的碎裂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疯狂而绝望的死亡交响乐。小智的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脸上糊满了雨水和飞溅的污血，视野一片模糊。他只能凭借感觉和对路面的记忆，操控着摩托车在尸骸和障碍物间穿梭。每一次颠簸，每一次车轮打滑，都让他心惊肉跳。他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停，停下就是死。不知道行驶了多久，天空泛起了一抹鱼肚白，光线洒在众人充满污渍的脸上，带来了丝丝的温暖。看样子有幸存者来过。众人警惕，背靠背形成防御阵型。小智和小黑用手电筒扫视着门内的大厅，犄角和阿坤则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黑暗角落和远处。大厅里一片狼藉，翻倒的桌椅、散落的行李、干涸发黑的大片血迹，以及几具早已腐烂、被啃食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手电光柱扫过，能看到一些货架倒塌，商品散落一地，蒙着厚厚的灰尘。空气中弥漫着灰尘，
霉菌和尸体腐败的混合气味令人作呕。暂时没有发现活动的丧尸，咱们先把车子推进来，然后把门堵上。做完所有的应急措施，众人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了一丝。极度的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手臂酸麻的几乎抬不起来，冰冷的雨水浸透衣物，带来刺骨的寒意。肾上腺素褪去后，刚才那惊心动魄的突围过程带来的恐惧感才后知后觉地席卷全身。总算暂时安全了。马德，补给丢了不少，谁少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咱们子弹不多了。这都好说，咱们活下来了比什么都重要。咱们先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人站岗1个小时，休息4个小时后，咱们再搜寻物资。雨依旧在服务区的顶棚上噼啪作响，如同永不停歇的丧钟。但在这短暂的一刻，在这充斥着死亡气息的废墟之中，4人背靠着背，互相支撑着，总算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高速路上的尸潮被暂时阻隔，但服务区内部的黑暗依旧潜藏着未知的杀机。突围的惊险已成过去，而在这新的庇护所里，危险真的过去了吗？坤哥，咱们也休息了半天了，都正中午了，咱们吃点东西吧。犄角说的对，咱们赶紧吃点东西吧，补充体力。坤哥，这个说实话，我现在还在心有余悸。咱们从学校一路走过来，丧尸变得越来越强，我真不知道咱们真的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吗？怕啥呀？有哥在呢，你就放心吧。小黑，咱们肯定会安全到达安全区的。小黑倒是提醒我了，按理说丧尸应该越来越少，咱们一路走来，丧尸不仅没有变少，还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你是说这是有可能是白鹰盟捣的鬼？没错，这肯定和白鹰盟脱不了关系。还真是，现在这些丧尸都太强了，还会合作。这难道就是任老说的贝塔变异体，机动性强，会群体合作？接下来很棘手了，咱们弹药已经消耗了大半了，想要靠冷兵器对付乌泱泱的丧尸群，无异于痴人说梦。咱们最起码现在还活着，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再说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珍惜当下。坤哥说的对，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儿别往心里搁。咱们准备开始搜集附近的物资吧。坤哥，是白鹰盟的标志。奇怪了，白鹰盟的弹药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坤哥，管他那么多干嘛？先打开看看里面装着什么宝贝。犄角打开了箱子，箱子里面塞满了弹夹，还装有6枚手雷，还有一张纸条。竟然是宋晨给我们留下的。不过话说，这小子也太猛了吧，一个人就把搜查队给收拾了。宋晨的身份绝对不简单。阿坤和犄角搬着弹药箱去1楼和小智他们会合，并将信的内容展示给2人看。看样子宋晨没碰到尸群，咱们前后和他相差了大概2天左右，说明这尸群刚投放不久，怪不得数量如此庞大。这对咱们来讲是个好消息，因为最危险的路段咱们已经闯过来了，接下来的路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了。坤哥，信中宋晨说他先一步前往西京市，那是咱们国家的首都，距离咱们这大概有500公里。西京作为首都，肯定是戒备最森严的地方，想必白鹰盟的爪牙很难伸过去。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必须尽快前往西京市了，因为咱们也不知道那里还能撑多久。现在咱们碰到的丧尸越来越棘手，谁也不知道白鹰盟病毒研究线如今到什么地步了。咱们必须尽快把人老交与咱们的病毒研究初稿早日交给军队。好，是白鹰盟那群杂碎，咱们快去2楼隐蔽起来。众人背着物资，拿着枪，迅速前往2楼，四散开来，藏在角落。众人刚藏好没多久，大门就被推开了，一支4人小队摆开阵型，小心翼翼地走了快进来。这里面怎么会有2辆摩托？这肯定和搜查小队失联脱不了关系，大家警惕四周。阿坤在2楼注视着1楼的情况，现在敌明我暗，找准时机偷袭是他们最后的出路。阿坤眼神示意众人等待时机，众人心领神会。子弹如铁雨倾泻而下，4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能倒在了血泊之中。别让直升机跑了，不然我们就走不了了。众人打开2楼的窗户，向直升机猛射。直升机驾驶员见势拉升，舱门机枪手却探身扫射。子弹凿穿2楼窗框，水泥碎屑溅了众人满脸。注意躲避，大家在掩体中不要轻易出来。这不是办法呀，待会他们就把墙打穿了。待会我吸引火力，你们负责打直升机的围剿。不行，太危险了，小。
没等阿坤说完，小智就抬起手乱射。舱门机枪手很快就被他吸引了注意力。小智冲出掩体的瞬间，子弹如雨点般砸在他脚后跟的水泥地上。快，就是现在！太好了，我们成功了！太帅了吧，简直就是电影里的桥段，志哥太神勇了。小智，志哥你挺住，我马上给你包扎伤口。不用了，已经被打穿了，不要浪费绷带了。不，一定还有办法，坤哥，你说是不是？坤哥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都靠过来。三人俯身贴近，听见他最后的耳语如风过荒原。拿着我口袋的吊坠，就当留个念想，去找军队，不要停留，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兄弟，把我烧在这里，挥洒进风里，替我去看看太平盛世的模样。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我以性命起誓，研究资料一定送到西京，太平盛世必有你一份功。小智的身体在他们面前逐渐冰冷，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仿佛也带走了他最后的气息。犄角和小黑的哭声显得格外凄厉。别哭了，小智用命给咱们换来的时间不能浪费，按他说的做。坤哥，我去找柴火。我去找汽油，摩托也还有一点。火焰升腾而起，吞噬了那个曾经并肩作战的身影，浓烟滚滚。犄角和小黑站在火堆旁，身体微微颤抖，无声的泪水再次滑落。阿坤背对着火光，将吊坠紧紧贴在胸口，仿佛能感受到小智最后的心跳。兄弟，走好。志哥，走好。坤哥，接下来怎么办？白鹰盟那群杂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对啊，这里不能久留，直升机坠毁动静太大了。走，立刻走，带上所有能用的东西，特别是宋晨留下的弹药。目标西京。夜色如墨，两辆摩托车的引擎再次轰鸣，撕裂了死寂。只不过这次队伍中永远少了一个人，车灯划破黑暗，照亮前方荒芜的高速公路。冷风如刀刮在脸上生疼，让众人保持着清醒。车队内气氛依旧沉重的如同灌了铅。坤哥，你说宋晨那小子现在到哪儿了？他一个人真能跑到西京？他既然能单枪匹马干掉白鹰盟的搜查队，还给我们留下装备，他的本事恐怕远超我们想象。我怀疑他根本就不是普通学生。那他会不会有危险？白鹰盟肯定也在找他吧？危险？我们现在谁不危险？他能留下线索，说明至少当时是安全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追上他，或者在西京会合。坤哥，前面好像有光。前方赫然横着一道由废弃车辆和铁丝网构筑的简易路障，路障后方几束手电光在晃动，隐约可见人影。坤哥，是不是白鹰盟的检查站？不像，白鹰盟的装备不会这么简陋，那些人没有统一服装，动作散漫倒像是土匪，不会是拦路抢劫的吧？很有可能。末世里这种人渣比丧尸还多，硬闯有危险，绕路的话，这荒郊野岭的也没办法绕路。那怎么办？坤哥，咱们弹药虽然补充了，但也不能浪费在这帮人渣身上。犄角，你跟我摸过去看看情况。小黑，你留在这里看好车和物资，保持警戒，有情况立刻骑车来支援我们。明白，你们小心。喵的，都快半夜了，屁都没有，这鬼地方连只耗子都不过来。老大说了，最近南边不太平，有硬茬子往这边跑，让咱们眼睛放亮点，肯定能逮着大鱼。哼，管他什么硬茬子，到了老子的地盘，是龙的盘着，是虎的窝着，看老子不把他炸出油来！要是遇见妹子，也给哥几个开会。喂，那边两个都别他妈打瞌睡，精神点。阿坤和犄角对视一眼，确认对方大约有7、8个人，武器五花八门，有砍刀、钢管，似乎只有2把老旧的猎枪。他们营地周围还躺着4、5个人的尸体。这是一帮穷凶极恶之徒，咱们没必要手下留情。看到那个坐在车上的了吗？应该是领头的，拿着猎枪的是主要威胁。明白，坤哥怎么干？留一个活口问话，
其他的都清理干净，动作要快，尽可能的不让他们开枪。就等你这句话呢，憋了一肚子火，正好拿这帮杂碎撒撒气。水！呸！一群杂碎！说你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饶命！好汉饶命！我们是秃鹫帮的，老大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设卡劫点过路的粮食、女人、武器，什么都行。秃鹫帮老巢在哪？有多少人？就在前面服务站，离这20公里，有个废弃的物流仓库，人不多，就20来个。好汉，我都说了，放我一条生路。最近有没有看到其他人经过？比如一个身手很好，可能单独行动的年轻人。单独行动的没有。哦，等等，前2天深夜，倒是有辆摩托趁黑偷摸闯了过去，等哨兵发现时都已经跑远了。那人应该就是宋晨。我觉得也是他。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就是往北西京方向。坤哥，问完了，这杂碎留着也是祸害。别杀我，我还有用。小黑听见枪声也赶了过来。坤哥，你俩没事吧？没事，已经把这群土匪收拾了。放你一马。谢谢好汉，谢谢。下辈子别当土匪。气脚，坤哥不是说放他？他见过我们的脸，知道我们的去向，放他回去后患无穷。末世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小智的教训还不够吗？小黑看着地上匪徒的尸体，又想起小智，默默低下了头。小黑，这群混蛋杀了不少无辜的人，他们不值得被同情。几人商议了一下，决定连夜穿过前面的服务区，趁着夜色穿越秃鹫帮的地盘。坤哥，前面岔口，按那杂碎说的，秃鹫帮的老巢就在右边那条支路进去20公里的物流仓库，咱们真要从他们眼皮底下穿过去吗？没办法前往西京，必须经过那里，只能硬闯。现在是后半夜，他们警惕性肯定低，反应不过来。坤哥，他们人比咱们多好几倍，万一真交起火来，咱们很难占到便宜。没有万一，我们不停车，不纠缠，油门踩到底，冲过去，把枪准备好，但没有命令，不许开火。枪声一响，整个秃鹫帮都得炸窝。明白，坤哥，你就瞧好吧，这帮杂碎最好别挡老子的路。是坤哥，小心有绊索。放慢速度，压低身子。太险了！狗日的，真他妈阴险！坤哥，前面肯定还有埋伏。意料之中，继续冲，不能让他们反应过来。妈的，有人闯塔，拦住他们！给老子停下！老大，有硬骨头闯进来了，2辆摩托往服务区方向去了，路卡那帮废物肯定栽了。特么的，还敢报信！别管门口，咱们全速通过，快！给老子停下来！坤哥，右边有枪！找死！别停，走！3人没有丝毫恋战，全速冲了过去。废物，一群废物，连2辆摩托都拦不住，还让人打伤了兄弟！给我追，开上那辆皮卡，一定要抓住他们，老子要扒了他们的皮！坤哥，这路也太糟糕了。坤哥，你能慢点不？我有些不稳。慢不了，听，后面有车声，他们追上来了。马德，阴魂不散，坤哥，干他们吧！都压低身子，记脚你不要回头射击，拿出来宋晨留下的手雷，等听到引擎声逼近了，直接拉掉保险栓丢出去。没问题，坤哥。皮卡越来越近，已经能看到车的轮廓，车里不断有人举枪射击。前面的，给老子停车，不然把你们射成马蜂窝！就是现在！什么东西？嘿，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来闯。坤哥，他们没死透的，补枪。我来，正好活动活动筋骨。继续走，天亮前咱们必须抵达西京。坤哥，天快亮了，跑了一夜，车快没油了，人也快散架了，找个地方歇会儿吧，顺便给车加油。前面那几栋破房子，挑一间看起来结实点的，清理一下，休整半天。终于能歇会儿了，我的腰都快断了。
三人将摩托车停在路边一处茂密的灌木丛后，小心地隐蔽好，警惕地靠近那几栋废弃的房屋。犄角左边，小黑右边，我正面，小心陷阱和丧尸。三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房屋，屋内一片狼藉，家具东倒西歪，地上散落着一些破烂的衣物和杂物，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应该安全，没有人，也没丧尸的臭味。坤哥，那里有个破柜子，好像能挡一下门。犄角，你去检查一下屋子，我和小黑去把摩托车开进来。没问题，坤哥。阿坤和小黑把摩托开进了屋子，然后用柜子堵住了房门，犄角也把屋子周围的窗户关上了。坤哥，我来点摩托加油。我来大把手。不好意思哈。确实挺不好意思的。咱们也大半天没吃没喝了，赶紧补充一下。吃完之后我站第一班岗，咱们休息到下午再出发。几人吃完之后，找了块相对干净的地方背靠背坐下，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但神经依旧紧绷。房屋里寂静无声，只有三人轻微的呼吸声和屋外偶尔传来的鸟鸣。坤哥，我还是忍不住想这个。哎，我也是。我和你们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消沉下去，这不是小智想看到的。咱们只有把研究资料送往军队，才能告慰小智的在天之灵。坤哥，你说的对，咱们还有使命在身。对了，宋晨他一个人真的能安全到西京吗？这一路上太危险了。他能，他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强。陆强那土匪的话你也听到了，他一个人一辆摩托深夜闯关，毫发无伤。这种人要么是运气逆天，要么就是本事通天。我更相信是后者。睡吧，养足精神，我们得追上他。小黑和犄角不再说话，很快轻微的鼾声响起。都醒醒神儿，咱们准备进市了。坤哥，咱们一路来到西京市地界，却没看到一点军队的影子，这是不是太奇怪了？对啊，太奇怪了。更奇怪的是，这边没有发现丧尸的影子。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有两种可能：一，西京已经被白鹰盟彻底占领，并且白鹰盟还将此设为基地；二，白鹰盟根本就没向西京市投放丧尸病毒。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些，毕竟白鹰盟的军事实力肯定是难以和一个国家抗衡的。坤哥，西京这地界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按理说军队就算收缩防线，外围也该有哨卡、巡逻队什么的吧？这一路过来，除了荒草和废墟，啥活物都没见着。小黑说的对，丧尸也没见着，这更不寻常。那些玩意儿可是闻到人味儿就跟疯狗一样扑上来，除非这里被清理得特别干净。所以我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白鹰盟压根没在这里大规模投放病毒，这里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或者这里有什么让他们顾忌的东西。这群杂碎还有顾忌的东西。军事力量，别忘了，西京军区是全国最大的军区之一，地下工事和储备都是顶尖的。白鹰盟是疯子，但不是傻子，正面强攻一个重兵防守、准备完善的大型军事基地，代价会非常大。他们更擅长的是用病毒制造混乱，从内部瓦解我们。坤哥，你的意思是西京军区可能还完好无损，军队主力都缩在市区了？有这种可能。病毒爆发初期，最高指挥层肯定第一时间就转移到了西京这类最安全的堡垒，他们需要时间评估形势，收拢力量，重整旗鼓。外面的混乱或许在他们看来是可以暂时承受的代价。那我们这趟岂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军区基地肯定封锁的跟铁桶一样，我们这几个来历不明的散兵游勇，扛着枪，带着来历不明的研究资料，他们能让我们进去？别刚露面就被当成白鹰盟的探子给突突。这倒不会，咱们遇见军队表明是幸存者，交了枪，自然不会难为咱们。至于研究资料，咱们必须亲手交给军队高层。咱们吃点东西准备出发吧，进市之后咱们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三人骑着摩托车沿着荒芜的公路继续向市区方向行进，越靠近城市，那种诡异的寂静就越发明显。道路虽然破损，但出乎意料的通畅，仿佛被特意清理过。两侧的建筑物中也未见任何丧尸活动的痕迹。坤哥，这静的也太吓人了，连只耗子都没看见。提高警惕，这种安静往往比尸潮还可怕。坤哥，有路障，指示牌是军队留下的，像是他们的风格，但小心无大错。犄角靠边停车，我们观察一下。没动静，咱们绕过去还是走这？走岔路，如果是军队设立的检查点，硬闯不明智，看看他们想干什么。停车，表明身份，从哪里来？我们是吉帅市的幸存者，逃难过来的。吉帅，那地方大半个月前就彻底沦陷，你们怎么出来的？路上遇到过什么？长官，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儿，差点就没命了。
我们穿过了沦陷区，躲过了好几波尸潮和土匪，我们有重要的情报需要交给指挥部。所有幸存者都必须接受隔离检疫和身份核查，这是规定。交出你们的武器和所有外来物品，包括那辆摩托。跟我们的人去隔离区待满48小时，如果没有感染迹象，我们会进行下一步问询。交出武器，坤哥，这……冷静，按他们说的做。我们可以配合，长官，但我们带来的情报极其重要，关系到整个战局，必须尽快面呈上级。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情报重要，规矩就是规矩，交出武器，接受检查，否则就离开。或者，阿坤咬了咬牙，将自己的步枪放在地上，示意犄角和小黑也照做。武器可以交，但我们必须见到能管事的人。你们就不好奇我们身上的制式步枪从哪里来的吗？你们等着。你们3个跟他去消毒室，武器我们会暂时保管，记住别耍花样。阿坤3人对视一眼，知道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他们跟着那名士兵走向检查站的消毒通道。咱们真能见到军队高层吗？希望吧，这是唯一的敲门砖了。记住，进去后多看少说。消毒之后，他们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地下掩体，这里显然是临时改建的避难所。空气中混合着消毒水、汗水和紧张的气息。他们被安置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终于，门开了，一个穿着笔挺军装、神色精干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先前那名军官跟在他身后。你们带来的资料，人脑的研究确实触目惊心，但白鹰盟的渗透远超想象，甚至军方内部也有他们的影子。将军，我们必须尽快行动。白鹰盟在我们市区布置了炸药，还培育了新型丧尸贝塔系列，他们会协作狩猎，甚至……将军，外围防线被突破，大量不明生物信号从东南两侧涌入市区，是尸潮，但行动模式完全异常。他们在有组织的包抄军事据点，而且白鹰盟的人在空中不断对防御工事进行轰炸。启动1级战备，所有部队固守防线，优先保护科研中心和地下避难所。市中心的信号塔也被黑了，现在整个军队联络被切断。你们和白鹰盟交过手，我需要你们配合特种小队行动，目标是夺回市中心的信号塔。你们带着资料去，到时候将图片以数据的形式传输到卫星上，保证完成任务。他们会躲子弹，还会从通风管钻进来。贝塔05型，白鹰盟的猎犬，视觉退化，但听觉和嗅觉是人类的10倍。你怎么在这里？白鹰盟要在西京投放母体，制造真正的毁灭。信号塔只是幌子，白鹰盟主力已潜入地下通道，我们必须分头行动。你们去信号塔，我去截杀母体运输队。小陈，你又想单干？听着，母体若被激活，全城人都会变成行尸走肉。你们的任务同样重要。信号塔如果不夺回，军队无法得到指挥，永远被尸潮压制。这一枚白鹰盟的通讯破译码，若我回不来，将另一枚交给军方，那里面有白鹰盟大部分丧尸病毒研究成果。阿坤，你们一定要做到。我不知道军方是否被白鹰盟渗透，能相信的只有跟白鹰盟交过手的你们。热感应显示塔内至少50人。等等，顶层有能量反应，是炸弹。想同归于尽，老子先轰了这破塔。犄角别冲动，咱们目标是抢回信号塔的控制权。你们带着技术专家走应急通道前往顶楼，我们在正面吸引火力。塔顶控制室，白鹰盟指挥官狞笑着按下倒计时按钮。10分钟后，炸弹将摧毁全城。愚蠢的人们，你们以为能改变什么？新世界不需要蝼蚁，但需要人命垫背，对吧？不行，需要生物指纹认证。砸碎，借你手指一用。宋晨，你本来有大好前途，何必为蝼蚁背叛？我姐姐被你们改造成贝塔00时，你们就该想到今天。太迟了，母体释放的病毒已通过通风系统散播，全城人都会逐步变异。街道已被新型变异体淹没，这些感染者保留人类智力，甚至使用武器。直升机被丧尸的武器打中，众人只能被迫降落楼顶。疫苗数据需要20分钟上传至卫星。
但指挥中心即将失守，你们必须坚持到传输完成。我们立刻派救援直升机过去。坤哥，防线快崩了，撑不住了。来啊，杂种！爷的健身卡还没到期呢。犄角的身体突然无力倒下，原来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持枪丧尸击中数枪。犄角，小黑，快上来，小伙子，你要干什么？小智、犄角、小黑、宋晨，我们成功了。